自从8月底开始，老五与小刘在坦桑尼亚的视频突然停止更新，他们的账号变得一片寂静，没有解释，没有告别。而与此同时，凯凯依旧留在中国，由奶奶细心照顾。这一家三口再次被命运分割在两地。这并不是第一次他们经历这样的分离，但不同的是，这一次老五的沉默背后藏着一段被迫的现实。老五被迫回国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离别。许多人可能还记得，去年老五从中国回到坦桑尼亚时，几乎没有留下太多言语。那段时间，他的情绪非常平静，但眼神里透着压抑与无奈。事实上，那并不是一次自愿的离开。根据多方了解，老五是因为签证问题被举报，不得不离开中国。他原本的签证是配偶签证，理论上可以在中国长期居留，但由于部分网友的举报以及某些程序问题，最终导致他被迫回国。这不是他的选择，也不是他的错，这是一场行政层面的结果，却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。那一天，他离开的时候，没有公开道别，他只是轻轻地拥抱了凯凯，说了一句：“妈妈很快回来。”可这一别，却变成了漫长的等待。回到坦桑尼亚的老五，重新生活的勇气。被迫回国之后，老五回到了他熟悉的土地，他没有沉溺在悲伤里，而是选择重新开始。他与小刘在坦桑尼亚继续拍摄视频，种田、做饭、探访集市，他依旧保持着温柔的笑容。那种笑，是他面对生活最温柔的力量。但即便笑容依旧，大家仍能看出，他的眼神中多了一层思念。每当镜头扫过儿童，他都会停顿片刻。网友说，那一瞬间，他一定在想凯凯，因为他的心始终有一半留在中国。凯凯在中国，奶奶的守护与牵挂。与此同时，留在中国的凯凯在奶奶的悉心照顾下健康成长。奶奶对他无微不至，从吃饭到洗澡，从学走路到学说话，事事亲力亲为。在视频里，奶奶常常笑着说，凯凯长大了，越来越像小刘，也越来越像他妈妈。每当说到妈妈两个字时，他的声音总会变得轻一点。凯凯有时会拿起手机看视频，看着屏幕里的妈妈笑着做饭，那时候他会伸出手去碰屏幕。这就是一个孩子最本能的想念，而这一幕也让无数网友泪目。老五的再次消失。今年8月底，老五和小刘的账号突然停更，这让许多关注他们的网友再次陷入担忧。有人在评论区问，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？也有人猜测，是不是团队不再运营他们的账号了？但最让人疑惑的是，老五这次的沉默，没有任何解释，既没有新的动态，也没有任何回应。这种刻意的安静，让人感受到一种被动的无奈。有网友说，他可能因为现实压力太大，也可能因为无法再提起勇气面对舆论与误解。无论是哪一种，都让人心疼。签证风波背后的现实困境。回顾老五的经历，我们会发现，跨国婚姻并不只是浪漫，更有现实的困境。他深爱着小刘，也真心喜欢中国。他努力学习中文，尊重文化，照顾家庭，从不把自己当外来人，而是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。然而，一场被举报的签证风波，就能让一切努力化为乌有。他没做错什么，却被迫回到千里之外的国度。这种被动离开的无力感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。对他来说，那不仅仅是回国，更像是被剥夺了与孩子生活的权利。沉默中的老五，是退让还是保护？如今的老五似乎选择了沉默，他不发声，也不辩解。有人说他退缩了，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在保护自己，因为一旦说话，就可能被放大、被误解。他太清楚舆论的力量，也太清楚自己承受不起新的风波，于是他选择静静的生活，用沉默代替回应，用时间等待机会。这份沉默，也许是他最后的温柔。小刘的陪伴，最坚定的选择。当老五被迫回国后，小刘并没有放弃，他主动前往坦桑尼亚，陪伴妻子一起生活。他知道他需要支持，也知道他不容易。在异国他乡生活并不轻松，但他们依旧笑着面对镜头，用平凡的日常告诉观众，爱情依旧在。而现在，小刘也随着账号停更陷入沉默。也许他们在为生活奔波，也许只是想暂时退出聚光灯下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依旧在一起。跨国家庭的现实与希望。老五的故事折射出跨国婚姻最真实的状态。它不是童话，而是一场持续的磨合。语言、文化、法律、签证，
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障碍，但他们依旧选择相爱，选择守护家庭。也许此刻的老欧仍在等待，等待孩子能顺利来探望，等待未来有一天，他能堂堂正正回到中国，重新拥抱那个曾经叫家的地方。结语，他从未真正消失。老欧去哪儿了？这是网友最关心的问题。也许他并没有走远，他只是暂时从镜头中退开，去面对生活中更重要的挑战。他的故事并未结束，那份对家庭的爱，对孩子的思念，对生活的坚韧，让他始终活在所有人的记忆里。所以，当我们再次提起老欧这个名字时，请记得，他不是离开了，而是在另一端默默坚持着。等时间走远，等一切风波平息，也许他会重新出现，带着笑容，带着希望，告诉大家，我从没离开过，只是暂时沉默了。